天界一直受到人们的向往，尤其是《西游记》改编的电视剧，更是有着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的称号。《西游记》里大量的神话人物都来自于道教神话，比如太上老君、玉皇大帝、真武大帝、王母娘娘等等。随着《西游记》等民间神话的广泛流传，也让道教神话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《西游记》里，经过诸天神佛联手，终于降服了孙悟空。玉皇大帝在天庭设下宴席庆功，名为安天大会。玉帝传旨，急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、四御、五老、六司、七元、八极、九曜、十都、千真万圣来此赴会，同谢佛恩。又命四大天师、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、太玄宝宫、洞阳玉馆，请如来高坐七宝灵台，调设各班座位，安排龙肝凤髓、玉叶蟠桃。三清、四御、五老、六司、七元、八极、九曜、十都是神仙组合的名称。三清是指道教最高神三清天尊，而四御指的是北极紫薇大帝、南极长生大帝、勾陈上宫天皇大帝、承天效法后土皇帝之四位神仙。本期要跟大家说的六御指的是哪几位神仙？六御和四御有什么区别？道教自东汉张道陵天师正式创立之后，经过千百年的发展，产生了诸多派别，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神仙。陶弘景编著了《真灵位业图》，将道教的天神、地指、人鬼和仙真众圣等3000多位神仙分为了7个等级。虽然这种神仙排序也有不小的争议，但是也完善了道教神仙体系。而后又经过历史的发展，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知道的神仙体系。古代有六合的说法，即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，即天地四方，泛指宇宙。道教神话里用6位神仙分别代表着6个方位，即北方北极紫薇大帝，南方南极长生大帝，西方太极天皇大帝，东方东极清华大帝，天上玉皇大帝，地下后土皇帝指，构成了6御的神仙组合。北极紫薇大帝，紫薇大帝为众星之主，由北极星神格化而来，统御着星宿神部所有神仙，地位仅次于三清天尊和玉皇大帝。其神职为执掌天经地纬、日月星辰，同时也亦是雷电鬼神。南极长生大帝，南极长生大帝又名玉清真王，居于神霄玉府，统领9霄36天，是神霄9辰大帝之首，也是南斗6星君的顶头上司。其神职为执掌和4时气候运化，能呼风唤雨，亦控制万物祸福生发之枢机。太极天皇大帝即勾陈上宫天皇大帝，勾陈又称勾陈，是天上紫微垣中的星座名，靠近北极星，共有6颗星组成。也就是说，6御神仙组合里的3位神仙都是由天上的星宿神格化而来，也间接说明了星宿神部是道教神话体系里的第一神部，其神仙数量也是最多。勾陈大帝执掌直南北2极和天、地、人3才，并主管人世间的兵籍战争之事。东极清华大帝，东极清华大帝还有另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尊号，即太乙救苦天尊。《西游记》里九灵元圣的原型就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9头狮子。太乙救苦天尊誓愿救度一切众生，并且具有天界考核群仙、人界寻声救苦、冥界救拔亡魂的3重功能。救苦天尊坐下9头狮子一声吼，能够打开9幽地狱的大门。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由三清组气所化，统御着3界内外10方诸神，上掌36天，下管72地，是3界之主。六合里，玉皇大帝代表着上天，也就是民间口中的老天爷。这主要的宋朝时期将昊天上帝与玉皇大帝合二为一，他既是道教神话里的众神之主，也是民间神话里代表上天的天帝。后土皇帝指皇天在上，后土为正。皇天即昊天玉皇大帝，他主宰着天界，而后土即后土皇帝指，他主宰着大地山川。后土皇帝指主宰大地山川，掌阴阳生万物，被尊为大地之母。通过对比发现，四御比六御少了2位神仙，即玉皇大帝和太乙救苦天尊，
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玉自有辅佐之意，到底在辅佐谁呢？排在4玉、6玉之前的神仙只有三清天尊了。三清天尊由玄、元、始三气所化，代表着大道的本源。虽然道教神仙的特点是都有神职，然而三清天尊超脱一切，并无具体的神职。除了三清天尊之外，玉皇大帝的地位最高，也就是说三界众生都归玉皇大帝管辖。如果把玉皇大帝与4玉并列，似乎很矛盾。4玉又称4辅，4位神仙辅佐玉皇大帝显然比较合理了。6玉里还有一位神仙，即太乙救苦天尊没有被划分到4玉里，主要是因为救苦天尊的神职比较特殊，天界、地界、人界都有管辖，虽然不在4玉之列，丝毫不影响其在道教神系里的地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